大多数人以为它是一家医院或者一群医生，但它其实是全美国最大的保险商，一年的营收超过4000亿美元，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整个经济还要大。他手上有保险、有诊所、有药房，还有一套掌握着上亿人就医记录的资料库。可是他最会赚钱的一个决定，不是怎么把你治好，而是在什么时候对你说一个字：不。这一集《生医帝国》第2季，看不见的中间人，我们要走进拒绝的经济学。当一家公司对你说不，本身就变成一门生意。它的名字叫 United Health。上一集我们看的是 PBM 药厂和你之间那个分钱的中间人。这一集的主人翁更大，他不只是站在中间，他几乎把整条路都买了下来。在美国，当你生病、去看医生、去拿药、去住院，背后付钱的那个人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同一家公司。他替你保险，开诊所给你看病，开药房给你拿药，再用自己的资料回头判断你这一笔账该不该付。今天我们跟着1块钱的保费走一趟，你交出去的钱最后有多少真的变成了照顾您的医疗，又有多少停在了那个说不的人手上？一样，我们只把这个两难全摆在你面前，不替你下判决。先看清楚这家公司到底有多大。United Health 从外面看是一家保险公司，但它真正的身体分成2半，一半叫 United Healthcare， 这是它的保险，替几千万美国人付医疗的账。另一半叫 Optum， 这一半才是真正的巨兽。它旗下有 Optum Rx， 就是上一集讲的那种 PBM 管着药。它有 Optum Health， 手上是全美最大的一群医生，大约9万名。它还有 Optum Insight， 握着上亿笔病人的就医资料。把这2半合起来看，他替你保险，他开诊所看你的病，他开药房给你拿药，最后他再用自己手上的资料决定这一切该不该付钱。一家公司把你看病的每一步从头到尾都占了进去。那他到底靠什么挣钱？这里有一个保险生意最核心却最少被说破的秘密。你每个月交的保费收进公司之后会分成2块，一块付出去变成你看病、住院、拿药的钱，另一块留下来付掉公司的营运，剩下的就是他赚到的。关键就在这里，付出去看病的那一块越小，留下来的那一块就越大。换句话说，对这门生意来说，你越少用到你的保险，它反而赚得越多。一家卖看病保障的公司，骨子里最赚钱的方向，竟然是让你尽量别用到它。这不是有哪个坏人在使坏，这是这门生意从一开始的设计就买好的一个方向。上一集我们说 PBM 最大的问题是裁判同时拥有球队， United Health 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想象1块钱的保费交进这家公司，他先用 United Healthcare 的身份收下你的保费，你去看病看的可能是 Optum 旗下的医生，你去拿药拿的可能是他旗下的药房，连处理这笔账的系统也是他自己的。从头到尾，这块钱几乎没有离开过同一栋大楼。好处是一条龙，效率高，它什么环节都能整合。但问题也就在这里，当收你钱的、给你看病的、决定这笔账付不付的，全是同一家公司，那么能不能少付一点这个念头，会在哪一个环节悄悄发生，就再也没有人能从外面看清楚了。如果少付一点是这门生意天生的方向，那它又是怎么被执行出来的？这几年，美国的调查报道掀开了其中一个角落。在美国，有一种给老人的医疗保险叫 Medicare Advantage， 交给民间的保险公司来经营。United Health 是里面最大的一家。其中一个被外界盯上的做法是，用一套演算法来决定一个刚出院还需要继续复健的老人，他的后续照顾到什么时候该被切断。这套程式会自动算出一个建议的天数，而一场官司指控，当公司照着这套程式打回病人的个案，这些被打回的人只要回头去争，后来大约有90%被重新翻了过来。90%，意思是这套专门说不的程式，10次里可能有9次一开始就说错了。但对绝大多数没有力气，也不知道自己能去争的老人来说，那个不就是最后的答案。久而久之，这一个一个的不，从一个人的挫折变成了一件全国都在谈的事。
2024年，这家公司被推上了全美公共讨论的风暴中心，越来越多人开始追问，当一家公司是靠着少付钱给病人来替自己多赚钱，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就在同一年，另一件事让所有人第一次看清它有多深地埋在每一个人的旧衣里。他旗下一家专门处理医疗账单的公司叫 Change Healthcare， 被骇客攻击，整个断掉。结果呢，全美国的诊所和 EHPV 和药房瞬间大乱，因为大家这才发现，全美超过1/3的医疗请款原来都要先经过他这一家的系统。那一刻，所有人才明白，这家公司早就不是一个中间人，它是整个医疗系统呼吸的那一条管子。那这一切最后压在谁身上？答案还是3种人。第一种是病人，你不是被一句不准当场挡下来，就是被这个要先审核这一道关卡一拖再拖，而生病的人最没有的就是时间。第二种是医生，为了让一个治疗能被付钱，他得花上大把时间，填表、打电话，跟保险公司来回拉锯，去要一个事前批准。美国医生今天最大的抱怨之一，就是他们有太多时间不是花在病人身上，而是花在跟保险公司吵架。第三种是整个社会，当一家公司最赚钱的方向是少做一点、少付一点，那么医疗这件事到底是为了把人治好，还是为了让那条管子流得更顺、更省？那这一整套东西在台湾有吗？答案一样是大致上没有，因为台湾有健保，一个单一的支付方，你去看病，健保直接跟医院、跟诊所结账，中间没有一家民间公司靠着对你说不来替自己赚钱。当然，台湾的健保也会核删，他会回头去看医院报上来的账，把他认为不必要的部分删掉，不给付。但那是一个公开的单一的机制，删了多少，为什么删，全看得到、查得到，而不是一家以赚钱为目标的私人公司关起门来自己决断要不要付你的账。把两边摆在一起，这一集的两难就清楚了。挺这套做法的人说，医疗资源从来不是无限的，总得有人把浪费、把过度医疗、把诈领的账挡下来，不然保费会贵到所有人都付不起。反对的人说，可是你不能让那个把关的人刚好就是少付钱就多赚钱的那家公司，这等于是请了一只猫来替你看守一整缸的鱼。所以回到第二季最核心的那个问题，看不见的中间人。当一家公司同时是你的保险、你的医生、你的药房，又同时握着那个决定，你这一笔账付还是不付？他说不的时候，到底是在替整个系统挡掉真正的浪费，把还能用的钱留给更需要的人，还是他只是在做一件对他自己最赚钱的事，而你的健康刚好被算进了那个越少付越好看的数字里？这个对你说不的人，是医疗这台机器必要的那个刹车，还是他藏得最深的那个利益冲突？这一集我们一样只把这个两难全摆在你面前，不替你下判决。第二季看不见的中间人，我们先看了 PBM 怎么在药厂和你之间分钱，又看了 United Health 怎么靠着对你说不，长成全美最大的一家公司。到这里，这些中间人在争的都还是已经做出来的药和已经生了的病。但接下来有一群人想连更上游的东西都改写掉，他们想用演算法去发明新的药。一边是 Recursion、Isomorphic 这些用 AI 找药的公司，喊着要把过去10年几十亿美元的开发成本砍掉一大半。另一边是像 NVIDIA 这样根本不下场找药，只负责卖铲子的人。AI 食药到底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还是又一个被吹起来的泡泡？下一集演算法淘金。如果今天这一集让你重新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那张保单，按个赞，追踪频道，把《生医帝国》第2季跟我们一起追到最后。